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30日上午的12点4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昨天道指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涨跌啊，涨幅仅有0.01%啊，万分之一的涨幅。那么在行情当中看到了本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呢，道指已经完成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并且在上一周呢出现了一个单独的阳线，这根阳线呢打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呢是21年5月延伸至今的筹码密集区。所以呢，我们根据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啊，判断本周会有一个下跌的一个过程。那么行情当中啊，出现了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下跌。那么在周一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啊有所下跌，周二出现了一个十字星啊，正在确认这个下跌过程。那么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呢，我们依然判断道指容易走出日线到周线以上级别的下跌。那么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会让道指重新回到下跌趋势的通道上来啊，最终有可能引发平行于2020年2月的这轮极端的下跌啊，最终引发美股系统性的下跌崩盘啊。那么在这样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啊道指开始下跌，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啊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这个反弹呢让很多空单啊有所恐慌。那么我们解读一下这轮反弹的一个动机是什么啊？原因在哪里？未来会怎样走？首先呢，我们看啊，这轮行情在这个日线级别上啊，我们调到日线级别，日线级别上啊，出现了2个标志性的阴线啊，第一根标志性阴线11月8日，第二根标志性的阴线11月9日啊，分别代表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悟空阴线和八阶阴线。八阶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的所有震荡呢都是围绕八阶阴线展开的，所以呢，目前行情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八阶阴线组正在发生啊，然后这个八阶阴线组在运行过程当中，我们提出一个观念啊，就是把这个时间级别降低一个时间级别啊，降低到小时线级别啊，看它分型上的状态。我们看到了行情当中走出了4次等位置波谷，这4次等位置波谷是在对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另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我们这个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4象战法构成了一个解读。在这个4象战法里面有对这个4次波谷这个问题的解读啊。4次波谷形成之后呢，我们看到本身按照我们的这个基恩的理论4次波谷之后会有一个新低出现但行情走到这里面并没有出现这个新低但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这个反弹的构成原因我们要知道这个构成原因就是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看到之前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收敛三角形波峰连线发生了一个变化怎么样变化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波峰连线的取样点向后取一些取完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波峰连线的收敛三角形出现了一个更窄的趋势性的变化。那么在窄的收敛三角形当中不断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个上行动作脱离了目前所处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这个收敛三角形酝酿了一定的多头趋势。并且呢，当前行情当中这个小时线的上攻动作它的涨幅目前最大涨幅仅有6点几，我们测量一下应该是在第4次波谷低点的这个位置上去测它的涨幅大概是6.99%。这样的涨幅过后呢，我认为在行情当中同美股发生了一定的背离。我们看到美股在周一的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1.45%的下跌周二的行情出现了一个十字星涨幅只有1%。那么目前来看美股正在下跌的趋势当中但是比特币出现了一定的涨幅，这与美股发生了背离。那么之前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美股它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我们打的周线
美股它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比特币它的最大的反弹时间级别仅有一个小时线级别上涨西游啊，所以呢，美股在之前的反弹过程当中，比特币呢是非常弱势的啊，是非常弱势的。那么当前时间点啊，美股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比特币却发生了反弹。那么我认为这一轮的反弹它就不具有持续性啊，因为第一点，比特币是跟随美股啊下跌的趋势会更多一些啊。比特币在美股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它的反弹幅度是非常小，是弱了好几个时间级别啊。美股是周线时间级别的反弹，但是比特币最大的反弹时间级别仅有小时线啊，所以呢。本轮行情，比特币的反弹仅仅是基于当前小时线级别窄收敛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走到尽头的时候，走到接近焦点位的这个时候啊，发生了6%的反弹啊。虽然它有可能反弹的更多一些，但是如果美股在今晚之后的行情当中啊，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下跌，我认为会必然影响比特币啊，让比特币跟随美股的下跌趋势啊，最终发生更多的下跌啊。那么今天呢，鲍威尔发表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啊，说未来可能会加息更多啊，甚至是下一轮加息还是75个基点啊。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就要小心了啊，因为下跌的过程当中啊，它往往伴随一定幅度的跳涨之后。啊，才开始快速下行，最终呢很可能出现崩盘。每轮行情啊，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这种现象啊。比如说你在这个前面的这个$19,000附近开始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啊，行情突然快速拉升到20,600。啊，拉到这里之后，然后形成快速的下跌过程。那么在当前的这个结构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啊，已经形成了4次等位置波谷，迅速拉升啊，让所有的空单啊都摆脱了所有的空单啊，在这个低位进场的空单都获得了损失。获得损失之后呢，很多空单啊就要离场。离场之后呢，在这个位置上，很多多头可能会进场。这种情况下呢，超级主力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加速下跌的过程，最终呢。形成什么呢？形成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啊，我们之前一直在反复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形成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行情走在17000点附近啊，目前17000点附近啊，是一个8件阴线的啊一个过程。那么上方有悟空阴线啊，下方有8节阴线，再往下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很快这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更大一个时间级别的下跌西游可能会出现啊，最终导致整个行情啊在周线级别上走完周线级别的下跌啊，毕竟呢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悟空阴线已经走出来了啊，周线级别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就有8节沙僧唐僧。啊，这样的周线级别下跌，最终呢，让比特币的价格接近$10,000，到达我们目标点位10,500啊。所以呢，大的趋势呢，毫不怀疑仍然是下跌趋势，只是短暂的因为结构上的原因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持续性呢，因为和美股已经发生背离，所以它的持续性，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持续性啊。所以呢，未来的行情当中，当前的点位只是让我们空单呢有一个更多的更好的位置去介入啊，你不要以为你空单受了一些损失，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去补充空单的话，你的空单成本是降低的啊，这个和你做现货或者多头是一致的。啊，如果做现货呢或者多头，你补仓一定是在低的点位去补，但是你做空单的话啊，你要在反弹过程当中，在相对高的一点的位置上，好去补充啊，去加你的空单。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当中，
趋势呢，至少在日线级别上依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在小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小线级别这个结构啊，因为脱离结构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恰恰是你补充空单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同时呢，我们看到小线目前上方没有什么压力位，那么把这个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我们看到行情当中4小时级别的压力位啊，特别是这个144日均线已经跟了过来啊。我们在前面的行情当中就给出了这个压力，这个压力呢大概是在17000点到17500点啊，这是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的一个区间。所以呢，趋势是下行趋势，位置呢，行情目前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好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在这里面建立空单啊，补充你的空单，同时呢，每一个仓位呢都要设置一定的止损，那最终呢，你是在趋势和位置都理想化的情况下啊，能够更好的获得本轮熊市当中到达目标位10500的利润啊。我们看到今天以太坊啊涨幅相对比特币是快的很多啊，同时呢我们看到啊，并且观察到在4小时级别上，以太坊对比特币啊出现了一个高速的上拉动作。但是这个上拉动作呢，我们看到已经打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啊，这个压力位呢是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波谷连线通过焦点位之后啊，看到这里面存在压力，目前正在站上这个压力，但是行情当中我们认为更大的一个时间级别，特别是在周线这个级别上啊，目前我们观察到了啊，9月份啊，它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在这个悟空阴线的主导下呀，后面的行情都是妖怪 K 线，也就是对下跌趋势的干扰性 K 线。对这个悟空阴线啊进行了干扰。那么目前呢，整个这个 K 线运行系统依然处在这个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在周线的这个级别上，我们认为后面的行情可能会有8阶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气流，平行于6月份的这轮快速的下跌。同时呢，我们把行情打到这个USDT 的交易对上啊，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啊，目前啊它做出了什么动作呢？在之前的盘整过程当中啊，依次突破了5月份波峰连线啊，突破了144日均线，突破了169日均线，站到$1700附近之后啊，4877点高位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啊，在这个压力的主导下呢，行情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啊，这个大阴线呢，我们看到啊，悟空阴线跌破了144，跌破了169，8阶阴线呢跌破了这个5月份波峰连线啊，所以呢，最终啊，我们可以看到跌破了$1100啊，跌破$1100之后，行情继续开始震荡，震荡的区间呢，主要是5月份波峰连线和这个6月份波谷连线形成的这个红色的收敛三角，在接近收敛三角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发生变盘的一个位置，那么行情走到这里明显出现了一个上攻的动作，但是呢，我们看到啊，它的这个上攻动作呢，在4小时级别上啊，顶到了什么位置呢？同这个比特币类似的是打到了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啊，这个压力位169日均线$1300，144均线1250，打到了这个压力区间。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会看到啊，要不断的测试这个压力啊，最终呢，这个$1300是一个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好的机会。那么如果受制于压力的话，行情会重新回到1200到1100啊，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那么在更大的一个时间级别上啊，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8阶阴线已经走出来了。那么在日线级别上，目前所有的震荡呢，虽然反弹比较多，但是仍然处在这个8阶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后面8阶阴线如果没有被杀死的话，就是反弹没有过1350的话，后面的行情还是有可能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最终走出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同时呢，我们在周线级别上可以看到啊，本周行情为什么这么多的震荡呢？这么多的反复呢？多空都要被绞杀呢？原因就在周线级别这个位置上。我们把图形放大来看啊。首先，周线级别悟空阴线走出来了，8阶阴线也走出来了。我们最近3周所经历的 K 线系统呢，是沙僧阴线啊，周线级别的沙僧
下跌当中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沙僧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这个位置更多的震荡，让我们对多空两个方向都产生了都不能产生坚定的信仰。但是行情在沙僧位置之后，我们认为在周线级别沙僧位之后会有唐僧阴线的发生，最终呢形成周线级别的下跌，并且如果这个下跌得以持续的话，会做出平行于4到6月份的这波下跌，最终呢让以太坊的价格来到$260。所以呢目前多头虽然有所发育，但与美股形成了相对的背离动作如果美股一旦出现更快速的更深的下跌，一定会带动比特币和以太坊重新回到下跌趋势上来，脱离震荡重新回到下跌趋势上来。所以呢坚定方向不动摇最终呢更容易在熊市当中获得趋势上的利润。然后我们看一下狗狗币这个山寨币特别有特点我们看到它的第一波拉升做出了什么动作呢？做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我们可以画出来悟空阳线站上了1440均线和1690均线，然后八戒阳线、沙僧阳线，最后走出了一个唐僧阳线这个上影线不算上影线这个上影的过多了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呢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然后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出现震荡，并且回踩了144和1690均线两次回踩之后，目前已经在日线级别上再次涨出了一波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分别是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这样呢我们看到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呢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已经出现，无论它的涨幅大小是否是同等程度但是呢时间级别上这里面出现了一定的对称。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走完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它有可能走出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回调这样呢可能会迫使道指的上涨即将结束它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平行于之前下跌的，我们看日线级别可能会出现平行于之前下跌的一个结构，最终呢跌破1440均线和1690均线所以呢道指这种由于消息面特别是它可以在推特上进行打赏了由于消息面的引发的上涨呢，我认为它的持续性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道指它引发了 Mask 它的一个上涨它两个是互为犄角同一个板块的。那么我们看一下 Mask 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同样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回调，然后收敛逐渐收窄之后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看一下4小时级别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发动了一定的突破但是这个突破已经进入到前面的行情当中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无论是道指也好还是 Mask 也好未来呢我认为都会重新回到$3到这个$2.6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最终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重新回到下跌的这个方向上来更多的上涨原因我认为是因为比特币和以太坊在最近一段时间的震荡和稳定甚至是包括今天的上涨，引发了道指和 Mask 的一个快速上拉动作但是这种上拉基于消息面的影响过多的情况下我认为后面行情持续性不会很高不会很高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 REN 这个消息面说它已经在以太坊链上得到了更多的质押，我认为这种币种会在后面的行情当中会有一定的表现，特别是在熊市末期牛市重新回来的时候它会表现的特别大，因为在之前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币种已经超过98%的跌幅这么大的跌幅背后，然后突然有这么重大的利好在以太坊上质押Number 1的这种利好它很容易完成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站上0.12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在熊市见底之后会有更多的表现当前行情我们看到量能出现之后，超级主力在这个位置上我认为是正在吸收筹码吸纳筹码在这个后面的行情当中可能会做吸索拉洗太阳套杀一系列的动作那么吸
这个过程完成之后，锁定的过程它要做一个下杀的动作啊，所以呢见底之后啊，二次见底之后，我们可以对这种市值不是很大、热度很高、量能爆表的这些币种做关注啊。所以呢，在前面我让大家对于现货来说，REN可以建立一个仓位做观察。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我的主页右上角点击这个链接可以找到我的这本书的出处，同时也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去进行购买。那么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